西周王朝在平定三监和殷夷的叛乱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分封工作。整个天下遍地都是诸侯邦君，周天子的威名从东海到陇山，从肃慎到江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西周王朝逐渐由一个地方政权蜕变为一个对全天下负责的统一政体，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周政府需要与时俱进，加快统治模式转型，在全新形势下不断改革和完善自身体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既实现对天下的有效统治和管理。西周王朝的制度和体系是在上百年不断发展中逐渐完善的。周公旦的能力再强，也只能是为这个新王朝的发展定下一个总体的方向，剩下大部分治理作业的工作还是要靠一代代的后人来完成。但是周公旦主政时期的一些举措还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就包括成周洛邑的营建。周公旦在王朝中央执政的时间一般认为是7年，但也有说法是执政5年，退休养老2年。在周公旦把权力交还给成王之前，应成王的要求，周公与少公等人一起主持开展了营建洛邑的工作。根据上书的说法，营建工作开始于这一年的2月。王朝的太保少公氏先于周公旦前往河洛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3月丙午日，新月开始显露，新的月份开始。隔天3月戊申日的清晨，少公氏再次抵达洛邑地区，通过占卜选定了基址，位于商朝偃师商城以西30公里处。3月庚戌日，少公氏带领殷人庶民开始夯筑宗庙宫室的地基。夯筑地基的活总共就花了5天时间，效率挺高。地基完工的第2天，3月乙卯日，周公旦抵达了洛邑地区，并视察了各个建筑工地。3月丁巳日，举行交祭上天的仪式。戊午日，举行社稷土地的仪式。甲子日，周公旦向天下宣布，新邑的营建工程正式开工。从殷邑地区迁移而来的殷人庶民作为一线施工人员，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营建工作当中。新邑建成后被称为成周，西土的封号被称为宗周，二者都可以算作是西周王朝的首都，只是政治功能上有所区别。成周是王朝中央的客厅，欢迎各地诸侯邦君前往成周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而宗周是王朝中央的闺房，跟天子有亲戚关系的诸侯可以有机会到中州去找天子说说贴心的话。根据一周书的说法，成周洛邑南边是洛水，北边是嘉山，王城方圆1620丈，约3645米，外城方圆17里，约9180米。这个数据和考古发现的西周洛邑遗址规模差不太多。产水从嘉山上流淌下来，自北向南汇入洛水，成周洛邑就横跨在产水两岸。产水以东是西周时期的普通居住区，产水以西至今依旧在洛阳城市核心区域范围内，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密集活动区，留存下来的西周遗址很少。根据上书的记载，周公旦在向成王报告占卜选址的情况时是这么说的：先占卜确定了建水以东、产水以西的城市基址，然后才占卜确定了产水以东的城市基址。我个人猜测，王城也就是宗庙宫殿区就在产水以西。根据一周书提供的数据，王城周长约3645米，面积大概是如今洛阳老城的1/3左右。根据《周礼》一书所表述的城市营建理念来推测，进行商业贸易的市场就在王城以北。考古结果显示，如今的洛阳东站一带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区，青铜铸造区以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青铜铸造区以北的北窑一带是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周公东征以后，将一大批的殷民从殷邑强制性迁移到新建的成周洛邑，殷民也成为了洛邑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显示，殷民的墓葬区分布在外城以东的塔湾一带，与成周，尤其是可能位于产水以西的王城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似乎是表明周人长期保持着对殷民的防范。但除了防范以外，周人还试图通过种种方法震慑和安抚殷民。
并试图将部分的阴民吸收进自身的统治机构当中。洛邑的阴民可能是货真价实的顽民，是殷商王朝体系中的中上层贵族，既得利益者，与取代了殷商的西周王朝有深仇大恨。由于这些阴民以家族的形式在殷邑深耕了200多年，放在殷邑不管他们就会四处串联给西周王朝找茬。就算阴民里边有好人，也得让某些坏人给带坏了。所以周公旦对这些坏掉了的殷商顽民重点关照，让这些没有正经事儿干的人前往成周洛邑，走出舒适区，与西周王朝中央之间加强了解，增进互信。同时，周公旦还3番5次地针对这些殷商顽民进行政策宣讲，向殷商的旧士人群体、旧方伯群体说明，西周王朝取代殷商王朝是合理的，就跟当年殷商王朝取代夏王朝一样，都是旧王朝的末代4王胡作非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殷民罔顾天命转移的事实，主动发起针对周人的叛乱是有罪的。但是只要殷民以后能够服从周人统治，王朝中央就不会追究殷民的责任，允许殷民上层贵族保有采邑和宗族。殷民需要及时向上级部门缴纳财税和贡赋。殷民贵族作为采邑的长官，需要履行管理采邑民众之类的职责。根据殷商的典籍记载，成汤阁下以后选拔了一批夏朝的贵族官员，在殷商的朝廷中继续任职。部分的殷民贵族似乎根据这条历史经验向周人讨要官职。周公旦对此表示，周人能够赦免殷民的罪过就已经是再造之恩了，对于殷民不会无原则的任用，需要观察殷民个体是否是有德之人。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愿意顺从西周王朝统治的殷民虽然不能主导王朝的政策，但是进入王朝政府内部担任一部分的官职也不是不可以。周人也希望把这些旧王朝为数众多的贵族移民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把敌人变成朋友，以便于维持广阔东方地区的稳定。于是在后来的历史过程当中，大量的殷民以家族的形式世代混迹于王朝中央的职官体系，而这些殷民官僚家族所混迹的西周政府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其中有2个比较重要的僚属机构有必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卿士僚，另一个是太史僚。卿士僚是西周王朝最高的政策执行机构，相当于王朝中央的办公厅和参谋部。卿士僚的主管官员就是卿士，也叫卿士，是西周王朝最高的执政官，一般由太保或太师来担任。太保这个职位来源于古代贵族家庭当中的保育人员，贵族族内的长老肩负有对族内未成年儿童的保育和监护职责，后来逐渐发展到政治方面，形成了西周早期的长老监护制度。太保以宗族中的长老身份执掌了国家的军政权力，而太师这个职位则来源于部队里的军官，负责作战时的指挥工作，以及非作战状态下的军事训练、宿卫警戒工作。在西周早期成王时代，特殊的政治形势让长老监护制度大行其道，而到了后来，长老监护制度发挥功效的机会变少，太师作为王朝职官系统里最高的军事统帅，担任执政卿士的概率越来越高。西周中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太保担任执政卿士的情况了。卿士主要掌管的事务分为2大类，分别是三事和四方。三事指以人事任命、民生政令和兵刑司法为代表的中央行政事务。四方指对四方天下范围内诸侯邦君的监督管理事务。司徒、司马、司公、司寇等职官都隶属于卿士僚。而僚作为一个大型政府机构，还拥有一大批负责杂务工作的僚人。僚人群体中又有僚女、僚妻这样的细分群体。成熟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经常提及在政府机构中打杂的婿、徒、女、西、燕、古等人员。婿是小领班，徒是受雇在僚属机构中负责杂务工作的平民，女一般是掌握酿酒等特殊技术的女性技术员，西是女奴，燕是受阉割的男性，古是负责官方采购事务的商人。
而西周时期的辽人大概也是由类似的人员组成的庞大群体。太史辽是西周王朝的政策制定机构，相当于王朝中央的秘书处和文化部。太史辽作为一个正式的辽属机构，可能在西周中期才形成，主管的事务相对来说比较庞杂，主要有文书草拟和档案管理工作、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工作、占卜祭祀和典礼组织工作、宗族管理和礼法维护工作。太史辽的最高长官是太史，下属部门里有一大堆的史官跟作册。作册主要负责文书的起草工作，史官主要负责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工作。大量的殷商移民就凭借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西周王朝中央和诸侯的朝堂中担任这一类官职。太史辽的属官还有太柱、太卜、太宰以及太宗等，其中太柱管理祭祀工作，太卜管理占卜工作。有观点认为，西周王朝中央政府中负责占卜祭祀的人员重要性有所降低，作册和史官群体在不断的膨胀，逐渐在政权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体现出的是西周王朝将更多的精力从宗教方面转移到民政方面，和殷商时期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太宰是王室日常事务的主管官员，太宗也叫宗伯，负责王室宗族的管理工作。有观点认为，太宰和宗伯这样的官员可能隶属于太史辽和京师辽以外的另一个独立机构，可以称之为王家，专注于王室内部的管理工作。王家机构中的人员成为只服务于周王本人的王臣，而京师辽和太史辽当中的人员将逐步官僚化，以西周国家的管理者身份自居，王家与国家开始走向分离。当然，这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事儿，本期视频中暂时不做过多的讨论。为了较好地控制各个辽属机构的官员，周王会在各个官员上任的时候亲自参加册命仪式，以这样的授权流程强调周王的至高无上。册命仪式将在太阳出生的时刻正式开始，周王提前抵达举行仪式的宫庙当中，面向南方，站立在宫庙建筑门外的平台上。不同类别的官员将会在不同的宫庙中接受周王的册命。仪式开始后，受命者在一个职位更高的官员引领下进入宫庙庭院。这个职位更高的官员站立在受命者的右手边，因此被称为右者。右者一般由受命者在日后工作当中的领导来担任。由同一个右者引荐的人员在日后工作当中会互相认识并联系，形成所谓的右者集团。右者在带领受命者到达仪式指定位置后，可能会向周王介绍受命者的情况，然后内史以将册命文书从周王手中传递到内史的手中，由内史宣读册命文书。册命文书中的内容包括受命者担任的职位、职责、受赏赐的器物、酒饮、车马、服饰和土地的清单。册命文书宣读结束以后，受命者向周王行拜手击手礼，并用言语的形式向周王表达颂扬和感谢。然后受命者从内史手中接过受命文书，走出宫庙庭院大门，将文书交给门外的随从，并从随从那里拿取玉章，最后重新进入宫庙庭院，将玉章进献给周王。仪式结束以后，受命者会铸造一件青铜器，并在青铜器的表面刻写一篇小作文，将受命情形和册命文书中的重要内容记录下来。除了王朝中央的官员，周王还要任命一部分的诸侯官员。诸侯下属主管军事的司马和主管司法的司寇都得由天子来任命。除此之外，天子还会任命监官前往诸侯身边，负责监察诸侯的行为。册命制度想要体现的是周王至高的权力与地位，促进周王熟悉和控制受命官员。但是西周王朝的管理机构和官僚体系非常庞大，受命者的数量长期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大量的受命者更可能是相关官员引荐的。周王本人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保证对每一个受命者都有深入的了解，因而这套机制在长期运行过程当中难免会逐步丧失初心本意，成为例行公事。
参与册命仪式的周王逐渐成为一个理事工具。当然，这也是西周中后期的事儿了。本期视频暂不做过多讨论。关于西周时期的军队人数，如今并不清楚，并且西周王朝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不同时期军队的情况应该也会有所不同，具体的人数更是不可考证。在不同时期里，不同层级的部队战斗力强弱也会有所变化。本期视频仅仅对西周时期的武装力量的整体情况进行简略叙述。西周王朝的作战部队当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周天子的护卫部队虎贲，以及王朝中央所直接领导的6师和8师。除了虎贲、6师、8师以外，各个诸侯也有着规模和战斗力级别不等的国师部队。在诸侯的层级以下，各个城邑也有以当地地方宗族邦军为领导的义士部队。城邑以外的野地，野人们也会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这些由野人组织起来的部队也被称之为岁师。诸侯邦军拥有不同数量和规模的附庸，附庸的军长所领导的宗族也会在特定的时期组织起来一定规模的部队。虎贲、6师、8师、国师、义师、岁师、附庸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国家军事力量。小规模的战斗可以由某一支部队单独解决，大规模的战争则需要不同层级的部队互相协调配合，共同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了不同层级武装力量的领导问题。一般来说，周天子具有对全天下所有武装力量的指挥权，虎贲是天子的卫队，6师和8师是中央直属部队，指挥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诸侯下属主管军事的司马是由天子任命，所以在战争时期，国师也会完全听从天子的调遣。西周王朝出征部队的最高统帅一般是御驾亲征的天子本人，或者是获得天子授权的官员，这位官员一般是王朝中央的执政卿士。诸侯国师会根据最高统帅的安排，由诸侯本人及诸侯司马指挥，或者由王朝中央委派的官员指挥参与作战。国师在中央领导下参与战争又分为2种形式，一种是征集当地的诸侯国师进行主场作战，比如齐师受天子的调遣在泰山地区征伐东夷；另一种是调集外地的诸侯国师进行客场作战，比如齐师受天子的调遣在王屋山地区征伐赤狄。各地的义师、岁师和附庸部队也会根据情况配合当地的诸侯国师作战，接受上级统帅的统一指挥。总之，西周王朝的军事力量以土地和人口为组织基础，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地方独立性。但是，周天子手中有足够的权力对不同的地方部队进行指挥和调遣，维持王朝整体军事力量的统一。西周王朝的诸侯分布在王畿以外的广阔土地上，对于这些诸侯邦军，王朝自有一套掌控方式。根据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周天子有任命诸侯的军事主官和司法主官的权利，以及设置监官来监督诸侯的权利。除此之外，周天子还会根据诸侯的表现来选择是否调整诸侯的封地。这种调整有异地改封、封地增减、封地收回等多种形式。诸侯在封国内拥有几乎一切的国家权力，但同时也要对天子履行义务。在较大规模的战争当中，诸侯要接受中央的调遣参与战争。平时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可能并不需要王朝中央的参与，诸侯自己就能摆平。但是摆平之后要及时向王朝中央献捷，并报告战争的具体情况。而献捷这件事儿既跟军事有关，也跟经济有关。因为献捷的过程中要把诸侯在战争中获得的一部分铜器、玉石、布帛、奴隶等高价值的财产进献给王朝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充实王朝中央的府库。诸侯对王朝中央履行经济义务，除了献捷以外，还有职贡。诸侯的职贡主要分为普通财富和地方特产2大类。普通财富包括粟米、布帛、劳役等形式，地方特产则根据封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此外，诸侯还会时不时地进贡一些铜器、玉石之类的贵重器物。虽然诸侯职贡和献捷是王朝中央重要的财政来源，
但是周天子在接受这些诸侯的进贡的同时，也会再赏赐给诸侯一些财物。毕竟诸侯进贡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向天子表达臣服的姿态。而在表达臣服姿态的同时，诸侯还要多跟天子见面聊聊天。诸侯想要跟天子见面，主要有以下几类机会：一是通过朝见主动与天子见面；二是通过会同、巡狩、聘使等方式被动与天子见面。一般来说，诸侯要在受封以后一段时间内前往王朝中央朝见天子，并报告邦国治理情况。新任诸侯在即位之后，可能也要及时朝见天子。有的时候，天子也会紧急召见诸侯，诸侯必须亲自前往。无论是哪种情况，诸侯亲自朝见天子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同姓诸侯和姻亲诸侯可以借朝见的机会跟天子拉拉家常，让天子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全方位地了解诸侯目前的状态。实在不行的话，诸侯也可以选择派使者来朝见天子。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单独朝见天子的诸侯使者，在地位上都不如诸侯亲自朝见天子时陪同在诸侯身边的副手。除了朝见以外，天子还会在王朝中央举行会同仪式，全天下的诸侯都要按时前往王朝中央参加会同。而在大规模集体参加的会同仪式开始前和结束后，天子还要密集地接受一些诸侯的单独朝见。会同仪式一般是由天子亲自主持，有的情况下也会由天子授权的王朝官员去主持。而对于诸侯邦君来说，朝见和会同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务。进行朝见是向天子本人表达忠诚，参加会同是向整个王朝中央来表达忠诚。有的时候，诸侯在会同仪式结束之后，还要与王室进行盟誓，形成文字版的盟书，存放在王朝的盟府当中。天子有的时候会离开王朝中央进行巡狩，诸侯要在天子巡狩的时候为天子提供行宫和物资，并前往行宫朝见天子。有的时候，天子会在巡狩的路上举行会同仪式，诸侯都要前往行宫来参加。除了亲自巡狩以外，周天子还会派遣王朝官员前往各地诸侯封国进行聘使。有的聘使是上级对下级的视察，叫做省。虽然通常情况下担任使者的王臣本身级别不高，但是使者代表着天子，诸侯必须要恭敬对待，并向王臣进献财物礼品。在诸侯封国当中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天子要派出使者前往封国，这种聘使叫做安或者叫宁，一般是安抚相关诸侯及其封国臣民。总之，诸侯要接受以天子为代表的王朝中央领导，要履行上述的各种军事、经济和政治义务，还要遵从西周王朝的最高宪章王命。这些内容不仅对西周王朝分封的诸侯有效，王朝周边的部族也要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这套规则。对于不接受领导、不严格履行义务、不遵从王命的诸侯或者部族，王朝中央就会视情节的轻重，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西周时期的周天子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有效控制着王朝中央的官僚体系，并通过种种手段牢牢掌控着天下的诸侯，将中央与地方拴在一起，力图在当时可观测的天下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在这个政治实体统治之下的是由无数个个体所组成的基层社会。关于西周王朝掌控下的基层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进行讲述。